我背後這個地方便是位於北京的古觀象台。所謂為天有漢，見義有光。既然我們漢族是以星漢為名，便少不了對星辰大海的探索。就譬如眼前的這座高台，它始建於明正統7年，也就是公元1442年。算到如今，它已經有了583年的歷史。在民國年間，紫金山天文台替代了它的實用功能，而在新中國时期，它便以博物館的身份对外開放了。如今這裡既是全世界最古老的觀象台之一，也是響當當的全國重點文保單位，更是我北京之旅的重要目的地之一。今天又是穿明制漢服逛北京的一天，穿漢族的民族服飾逛大明都城，当然是合情合理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這次一定點關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。我目前在这個地方是北京的古觀象台啊，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。我是2025年11月去的，在地鐵建國門站下車，稍微走幾步就到了。古觀象台的外形看着很像是城堡，記住這個特徵就不會找錯。進門前記得先買票，全價票是20元一位。刷票前記得先看導覽圖，然後發現院子不大，用不了多久就能逛完。進門後第一件事就是登上古觀象台，先看上邊。你能在我身後發現，那些明清的古老儀器都被陳列在了觀象台的最高處。先從清代的赤道經纬儀開始看起來，這是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帶人制造的。它的基座是一條4爪着地的龍，龍背上是一個雲座，中間那根立棍的兩端頂的就是南極和北極。那麼它腰上的呼啦圈就是赤道圈，雲座包裹的大圈就是子午圈。當太陽2次照射子午圈上的同一點，中間的時間就是一個太陽日，也就是我們說的一晝夜。然後是一件很像弓箭的蓟線儀，它中間有很多圓形花紋，会干擾你的判斷。如果無視這些花紋，你就會發現它就是一個變了形狀的6分儀，測量2個遠位目標夾角用的。也就是說，中間那根棍可以劈出一條腿來，劈出夾角，然後再從旁邊的卡尺上讀數。下一件是地平經緯儀，這是康熙年間德國傳教士季里安監制的，它算是地平經儀和象限儀的一個合併版本，但這不是重點，重點在於它所用的銅是將郭守敬的簡儀融化之後所得到的銅，好端端的把老的天文儀器給摧毀了，也不知道他們在圖點啥。最後是基衡俯陳儀，這是清乾隆年間由歐洲傳教士制造出來的。這個名字來源於上書中在玄機玉衡以其七正一句，基衡指的就是日月星辰。這個完整的儀器就是個簡化版的渾儀，如果說複雜，也是兩邊柱子上的雲中游龍花紋複雜，中間的構造和剛才的赤道經緯儀大體上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最外層的子午圈弄成了雙份的，其餘的當時都是逆光，而且距離很遠，不太能看清楚，就暫時不細看了。現在我們下來，穿過一道月洞門，就走進了一個大院子裡。先看看這個院裡有什麼。首先看到的是一件月晷，這和日晷一樣，是用來看時間的工具。它內側的小盤刻着1個月的30天，外側的大盤則是把12時辰剁開，變成了24小時，然後根據朔望月，也就是月亮個頭大小，來調整表盤，從而讀出時間來。後面是星晷，功能和月晷差不多。只不過這個是用小熊做的2顆恆星來輔助判定時間的。此外，院子裡還有很多人物雕像，有漢代天文學家張衡、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、南北朝数學家兼天文学家祖冲之、明代編纂《崇祯曆書》的天文學家徐光啟、清代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、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等。再往後是相對複雜的儀器，有明正統4年鑄造的簡儀，這是用來測量天體位置的儀器。原創者是元代漢族天文學家郭守敬，說白了就是早期的老望遠鏡。那為什麼叫簡儀呢？因為它是早期渾儀的簡化版，也是明清2代欽天監的重要工具。隔壁院子裡那個沒說明牌子的複雜物件就是渾儀。然後是張衡的地動儀，這個原理就好理解多了，就是上面8條龍代表8個方位，每條龍嘴裡有個金屬球，一旦某方出現地震，這個方向的龍就會張嘴，球落到下邊的蛤蟆嘴裡。現場這件大約是為了省事，所以一個球都没有。現在我們準備進展廳看展了。這個展廳開場介紹的就是天文學的西學東漸，也就是在清末時期各種天文儀器和理論傳入中國的事兒。
然後介紹了崇禛年間中西合編的崇禛曆書，後面提到中國和西方在更早的時間彼此都有獨立的天文學研究，但博物馆的定性還是西學東漸，實際上是相互傳播的過程。像浑儀和簡儀這樣的望遠鏡就比西方的同款物品要誕生得更早，而西方的日心說則是他們的先进之處。這也不是白來的，而是伽利略、布鲁諾這些人拿自由和生命換来的。现在我们进入紫微殿展厅，開場看到的文物是北魏道士李蘭發明的秤漏，也就是靠滴水計時的工具。原理很簡單，滴到刻度就是到時間了。然後是宋代的水運儀象台，這裡邊雖然有浑儀和渾象，但不是拿來觀測的，而是用來模擬運轉的。把這些和最下層的報時裝置合併到一起，就是當代那些天文中的祖宗。後面還有一架指南車。博物館的解釋是，這個東西是靠機械傳動原理制作的，輪子在地面轉，能帶着它一起轉，中途沒用到磁鐵等物，但後人幾乎無法完美復原它了。與它並立的是季里鼓車，車每前進1里，車上小人擊鼓一下，駕車人便對距離心裡有數。後面還有登峰測影台的模型，這是郭守敬在公元1279年修建的，它已經有了700多年的歷史。如果將來去登峰旅行，遲早要到這邊看看來。現在我們準備去對面的小展廳裡看一看。這個展廳的主題是對天文學家李建成先生的介紹，他是中國現代天文學的重要奠基人，做了50年以上的天文工作，也是享受国務院津貼的專家，並參與整理編寫了很多珍貴的天文學資料，這是前輩為後來人所打下的基礎。然後我們走進一個沒去過的展廳，我們在這邊發現，在世界的天文台中，始建於明代的古觀象台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，其餘那些名氣更大的天文台反而都比它更年輕。此外，還對我們剛才看到的那些天文儀器都做了一個詳細的介紹。而到了清朝之後，觀象台就徹底交給傳教士了。我們在現場看到的都是外國人對觀象台的工作記錄，後面講的是八國聯軍入侵之後奪取了這邊的天文儀器，之後法國歸還了儀器，在凡爾賽合約之後，德國作為戰敗國也歸還了儀器，其中有一部分儀器被挪到了南京天文台。之後在新中國時期，古觀象台則被列為全國重點文保單位。下面我們來到太陽主題展廳，開場提到了人們原始的太陽崇拜，這是人們觀察太陽的原動力。現場對應的實物展品是陶寺的古觀象台，當時的古人就從這些夯土大柱子之間的縫隙裡觀察太陽，以確定夏至、冬至等日期。突然想起來，我已經1年半沒去晉南了。陶寺博物館建成之後，我還一直沒去現場看看呢。等2刷晉南時，一定得補上。現在我們離開這個院子之前，發現一塊清光緒31年的石碑，展牌說上邊記錄了庚子年間制折部分儀器，以延續觀象台功能的歷史。但制折這個詞兒是什麼意思？我查遍全網都查不到。根據上下文推斷，大約是拆卸保護的意思。最後一件展品是院子裡的玲瓏儀，原版的玲瓏儀也是元代漢族科學家郭守敬設計的，屬於是一個演示工具。只要你走進內部，就能看到它通過透光孔所模擬的星空。當然現在不讓進去了，不過我們可以通過網圖來看一看它內部璀璨的星空。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古觀象台，現在讓我們來捋一捋歷史線。在古老的時代，東西方是各擅勝場，各有各的研究。在明代，中國能造出遙遙領先的古觀象台。在清末，因為天文學觀念落後，反而要從西方全盤引入。而新中國時期的飛速發展，大家有目共睹，不用多說了吧。雖然這些知識點在這個博物館被打散了，但你往一起一拼，就能看出問題來。就只有清朝這一段不行，因為它壓根兒就不是來發展的，不然怎麼可能融了舊儀器去造新儀器呢？真就缺那麼點銅嗎？說白了，發展還是得靠自己，不能靠那些寄生獸。在神州陸沉300年後，我們奪回了故土，也迎來了飛速的發展。我們不僅將一代代航天員送上宇宙，還開啟了尋找第2個地球的旅途。這個以星漢為名的民族，終於把青銅爵裡蕩漾了3000年的月亮，釀成了遠征星海的燃料。那尋找第2地球的航程，正是星漢兒女沿着祖先目光鋪就的銀河棧道，重走刻在甲骨星圖上的千年朝聖之路。
看到這裡的朋友，歡迎點讚、收藏、加關注，和徐公一起讀城，一起旅行。